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板亲自带着我们小组加班加点，准备了3个月的大项目，终于到了关键时刻，临请客吃饭签合同那天，我累得趴倒在床。赶到酒店时，对方大 boss 一到，我一看，这不是常年跟我较穷的亲哥吗？啥时候成大老板了？今天这顿饭我不得做主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最后一个到，我刚坐下，吃饭搭子夏夏就立刻偷摸把我拉起来。你睡晕乎了？这是你坐的地儿吗？这里可是主座。我纹丝不动。老板和我哥此刻正从包厢阳台进来，二人看到我，同时愣神了一会。老板先过来，拼命躲在底下，疯狂抬手，示意我把主座让出来。我一眼挑衅看着我哥，我哥倒是淡淡然，还特意安排小姑娘来定调子。李总还是太见外了，能坐这位置的，那酒量肯定是不一般。全场除了我，没人听懂他的暗语。他上次说我俩亲兄妹一场，不能太见外了，缠着我花了2000多，给他买了一短袖。在上次说我爹妈过年给我的厚红包，对他太见外了，缠着我吐了18000，给他买了个包。见外这2词翻译过来就是找歪。我血脉觉醒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哥满意的笑了。鉴于他太可恶，我故意和老板秘书商量了一下，换个座位，在老板身边落了座。来，各位，最近这段时间为了这个项目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提一杯，等这段时间忙完了，到时候一定好好犒劳大家。哥举杯的动作煞有其事，我端起了酒杯，绕过老板，冲着哥，这样吧，陆总，您就说项目结束了，您具体能给我们点啥？我话一出，整个场子都安静了，只剩下我哥尴尬的笑声。这小姑娘真是有趣，那你说说看，你们想要点啥？老板赶紧将我嘴一捂，没有，小姑娘不懂事，她开玩笑的。哪知我竟直接伸手一指，对着她身上的那件短袖，陆总这件衣服好看，不如就送我们1人1件吧。没错，他身上穿的正是从我这儿坑过去的2000多一件的短袖。这种关键时候自然不缺有眼力见的。哎呦，陆总这衣服可不便宜，1人1件，至少得5、6万了呀。我嘴角微微一笑，算上保洁阿姨和值班大叔，正好6万6。怎么样，陆总？被我咬死追杀的亲哥从微笑的眼神中递给了我一个瞪眼，我假装没有看到，哈哈，好。众人在我哥磕磕巴巴的答应声中稀稀拉拉的鼓了掌，叫了好。不过既然你帮大家要了礼物，那我也等价交换，要你一样东西，怎么样？全场居然莫名其妙欢呼，除了老板神情严肃。要什么？我也神情严肃。那你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，跳个舞吧。跳个什么呢？他故作思考状。我暗道不妙，来段秧歌，怎样？就知道啊，他要死。小学2年级的文艺汇演，我表演单人秧歌。上台之前喝了哥给我拿的家熬的绿豆汤，突然窜稀，但又因为在台上不敢中途停下，于是那天，这么说吧，路过的蟑螂闻了都得绕道搬家走。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哥怕绿豆汤坏了，一路捂着，冰的都特么捂发酵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对绿豆汤应激过敏，对秧歌深恶痛绝。果然，只有家里人才知道怎么整你，伤你最深。我呆愣着站在原地，所有人期待眼神炽热射向我，他们也可能觉得只是个秧歌，扭2下不就得了。只有老板默默叹了口气，起了身，端起了酒。这样，陆总，
他今天穿着高跟鞋，不方便跳，我带他，给您敬个酒，下次咱们好好学，学完再给您献舞。我哥看好戏的眼神被打断，只好勉强起身接了这杯酒。他俩刚喝完，准备落座，坐这么快，全场人看向我，估计大家都以为我疯了，没看到我们老板酒杯都空了。我是疯了，疯的分分钟想刀了我哥。那我来给他倒。我哥没领悟到意思，不，酒杯空了，说明老板他喝不了了。老板喝不了，我来。我把自己的白酒杯子举起来，在众人的震惊目光中，在老板拦了2下没拦住的伸手中，对着我哥疯狂输出：来啊，喝啊，喂鱼呢，你在吃什么菜啊？接着干呐，别给我装怂，今天咱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我拽着我亲哥的衣领，硬生生给他灌了一杯又一杯，按头喝了下去，最后他狂吐，我晕倒，2人不省人事。被老板送回家的时候，隐约听到大家对我勇猛表现的疯狂赞美，只有老板重重叹了口气，啥都没说。第2天早上一醒，发现完球，迟到2小时了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老板昨晚就发来信息，说让我在家好好休息1天，不用上班的周五，连着放假的周末。谁能明白我此刻的爽？结果闭上眼睛，还没再爽2分钟，大门被敲得砰砰响。门一打开，爸妈脸上的担心快要溢出来。闺女，你没事吧？爸妈来给你撑腰来了。爸妈回头对着身后的我哥，孽畜，还不进来给你妹赔罪？他们身后跟着宿醉，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我哥。妈妈一听说你昨晚喝酒了，哎呦，急得不行，赶紧给你熬了蜂蜜水带过来，快喝快喝。爸爸去老街的早市专程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红心饺子，赶紧的刷牙吃饭，喝了酒的胃更要好好吃饭了。他们在我租的房子里忙前忙后，我哥哥后头屁颠屁颠，帮着忙前忙后。喂，一起喝啊！昨晚你不也醉了？我端起了老妈的蜂蜜水，邀请我哥一起。他不准喝，他不准喝。爸妈同时呵斥，吓得我娇躯一缩。他昨晚把自己的亲妹妹灌醉成这样，还有脸喝妈妈特调的蜂蜜水？就是，哥哥嘛，没有个哥哥的样，还欺负自己亲妹，亏得我闺女还什么都想着他哥。我哥被迫在我出租屋的小桌边角上逞强地耸了下肩，笑死，蜂蜜又不是买不到，我自己买。一句话触到了我妈的逆鳞，外头买的能跟妈妈做的比吗？你搞清楚好不啦？是妈妈从头到尾亲手熬的蜂蜜水哎！我乖巧地喝了一大碗，笑着问妈妈：妈妈，也太好喝了，您说从头到尾都是亲制，这蜂蜜也是您亲自采的吗？妈妈淡定摸了把头翘：哦，当然不是，是妈妈在外头买的。哥瞬间无奈，眼神中不经意透给我的杀气，让我身后一冷。下周上班，发现所有人对我都是笑脸相迎，连一向严格考勤的人资姐姐都在我迟到了2分钟时，趁没人发现，放我偷溜进来。一大早，老板就在找你了。我说你在厕所，你赶紧过去吧，别说漏嘴了。狂飙路上，发现帮我打掩护的人还真不少，都在示意我。老板的方位和精神状态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大概是上周晚餐的英雄壮举，换来了如今的盛世待遇。我一个小小底层牛马，不仅帮大家争取到了福利，还帮公司争取到了合同。这也难怪老板一大早来找我。老板好，我突然成了关系户，一下子腰杆都硬起来了。老板却不知道为何，足足盯了我10秒钟，才放我进去。
我刚一坐下，给陆总通知一声，我们就不跟他合作了。什么？我又弹跳起来，费劲巴拉弄了3月，天天起早贪黑，好不容易都到合同签订这一步了，说不签就不签了。那我指望的衣服，指望的年终大奖，岂不都要泡汤？是不是他们甲方公司又来压价了？不是，那是有竞争对手来抢项目了。不是，难道陆总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老板没作声，看来没跑了。我想起来上周哥在我出租屋里受的气，再想想他那天一副想要找我算账的神情，好吗？喝不到妈的蜂蜜水，就拿我们全员的心血来清算来了。我气得直接掏出电话，你有毛病啊，耍我一次不够，还要再耍我们一次是吗？我们这么多人容易吗？天天配合你们的要求改到天荒地老，改得天昏地暗，现在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我告诉你，晚了。今儿这合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我哥这时间点还在睡觉，接到我的疯狂轰炸，缓了好几秒消化信息。你要不要先去问问你们老板？我不解，但大怒，问什么老板？问老板，你赶紧的带上你的合同，现在麻溜过来，大不了我让妈给你买10瓶蜂蜜水。我换了那么多工作才碰到的神仙老板，却因为自己被耍了又耍。我愧疚的抬头，他却满脸坦然，其实是我自己放弃的。什么？老板自己放弃的？整个项目期间，老板付出最多，每次接到修改方案，我们完全两眼一黑的程度，一片哀嚎遍野。只有他默默接过任务，拟定修改计划，细化方案，一一落实。所有困难的地方，只要问他，一定能得到最准确的回应。现在跟我说，他会主动放弃这个项目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他看上去倒真是有点疲惫，看来你很介意项目黄了。老板不经意地瞥了下我，我不小心恰好和他四目相对，只一瞬，竟然升腾起一些异样情绪。糟糕，看来是心动了，要辞退我的心思啊。介意也不算很介意啊，要不老板你说我要不要介意？老板被我这慌乱的样子逗笑，他竟然难得嘴角弯出一丝笑意，随即又恢复那份沉静。你就说说看，是介意我们项目黄了，还是介意你和陆总再也不能联系了？好家伙，他给我出了个难题，倒不是问题难，主要是没有我想要的选项。我当然是介意我衣服和奖金没了，但这么说出口未免太直白，难说。我下意识蹦跶出的2个字，让老板的脸彻底变得黢黑。正此刻，哥带着秘书进来了。怎么个事？又能合作了？他一脸懵的样，和我一样。这不，合同带来了，秘书也在这，正好一道签完，我好把这家伙领回家吃个饭。哥指了指我，开始吐槽。一会说我一个姑娘家在外租了房子就不着家，一会说我有了工作就得意忘形。老板的眉头越听越皱，最后老板没忍住，先喊了停。陆总，如果你今天特意来，是专程为了侮辱我员工，那不好意思，这个合同我签不了。鉴于您上次酒桌上欺负我们员工的事，我们发现贵司的工作理念和我们不同，所以就不合作了吧。今天您如果是以签合同作为带他回您家吃饭的条件，我更是不会同意，让您空跑一趟，请吧。他站起身，捋了下西装袖口，冲他对面的我哥摆出了请走的姿势。哥更懵逼了，回头看向我，不是你让我带合同过来的吗？怎么个事？又不能签了？我眨巴眨巴着眼，深表无辜。而且你刚说
我是签了合同才带他回家吃饭。我哥懵逼思索之下，冲着老板，问题是我不签，他也得回家吃啊。我哥会过意来，悟到了一层新意思啊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签这个合同是为了跟他搞破鞋，还逼着他回我家吃饭是吧？哎，这家伙越说越离谱，我马上上前捂住哥嘴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他没睡醒，脑子还不清醒，我知道的，您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哥在我手下死命挣扎，我还是死死摁住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全场安静，只剩老板依旧沉稳如水的声音，悄然无声，却在心里炸出了火焰。你看，我说的对吧？哥从我手下挣脱出去，下意识的和小时候一样，拍了下我头。别拍他头，他最不喜欢别人打他头了。老板的阻止声比我的抱怨声来得更早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最不喜欢别人打我头？我哥瞬间开始聒噪，我早看出来了，那天晚上喝酒，他眼珠子就没从你身上下来过。那看你喝2口酒啊，眉头皱的恨不得能夹死苍蝇。我说怎么有点不对劲呢？合着他哥这拿我当情敌了是吧？哥在那挠着脑袋对着我自说自话，我不敢吭声，只默默地斜瞥着眼睛，看着老板头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好歹你也是一老板，没人告诉你我俩的关系吗？你也从来没有打听打听。面对我哥的质问，老板奶油小生般白皙的脸，在听到这句话时，瞬间挂上了破釜沉舟的气势。今天之前真不知道，今天之后我大概猜到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脸上不知为啥写满了落寞。我想，你们是能随时回家吃饭的关系，那大概就是夫妻了吧？老板隐隐咬了下唇角，别瞎说，别瞎说。我和我哥同时喊出声，把老板吓了一跳。他猛猛的目光瞬间呆愣住，他是我哥，他我妹啊！我们几乎异口同声，生怕晚了一点，没让人知道彼此对对方的嫌弃。哥妹，老板依旧愣神中，手指对着我和我哥来回示意，你们真是兄妹。我哥无奈长叹口气，点亮了手机屏保，屏保照片是我们家的全家福，转向给老板看，咋样？这下得信了吧？老板突然表情轻松下来，我哥却玩味一笑，合同还签不签了？不签我给我妹领回家吃饭去了啊！老板一怔，随即笑着疯狂点头，签，我签。就这样，单子顺利完成。老板在我哥的生拉硬拽下，半推半就跟着我和我哥一起回了家。爸妈今天高兴，做了超大一桌美食，还不忘嘱咐我和我哥收拾的立整点，说是有客人要来。结果一回家，才发现是咱那小区著名媒婆张阿姨。她所到之处，路过的狗都没有单身的。哎呦，这就是你们家闺女吧？长得真好。我这回给你家说的小伙子啊，和你们家闺女一看就有夫妻相。我哥一看这架势，立马当起了缩头乌龟，走之前还不忘在我耳边小声幸灾乐祸。哦豁，今天带你老板回家，有好戏看喽。于是家里出现了超级诡异的一幕，我的耳边开启了媒婆 vs 老板对抗赛模式。媒婆上句说，我们这小伙国外留学回来的，大厂待了7、8年，现在自己在开公司嘞。老板马上在我耳边回，国外也不一定都是好大学，大厂待了这么久都没晋升，说明能力一般。媒婆脸上笑容一僵，但很快又继续灿烂。我们这小伙年轻人有闯劲，家里爸妈也是做生意的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但他偏要证明自己。你们说说，多优秀啊！
老板又立刻在我耳边回：年轻人都不想回家继承的生意，能有什么大生意？还有，一般生意做得越大，负债越多。媒婆笑容僵得更深了一些，但还在努力持续输出。我们这小伙和你家小妹工作地点都差不多，到时候可以先见一面联系联系，约个饭，晚上再一起看个电影，他们年轻人都喜欢的呀。老板又凑过来，又是吃饭又是看电影的，你尤其得格外小心，到时候孤男寡女回家路上。媒婆终于忍不住打断了老板的施法：哎，你这小伙子算干嘛的啊？连这妹妹的爸妈都没说啥，你怎么反在这儿挑三拣四的哦？爸妈这才注意到，溜进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我老板。是啊，请问您是？我爸困惑上前。哦，这也是来相亲的，妹妹她那公司老板。我哥嘴快，抢先一步胡说八道。我再想解释，众人也都不相信了。张阿姨瞬间看老板的眼神都不对劲了，俨然一副审视目光，从上到下打量着在我身边的老板。这位小伙子看上去一表人才，今年多大了？老板看了我一眼，默默反问：有事吗？张阿姨依旧笑脸盈盈。你刚才嫌弃我介绍的小伙子是国外留学回来的，那你什么学历呢？我也留学回的。那你爸妈干什么的呢？他们也做点家族生意。你是老板，现在也在外头自己创业，也算是在创业，好吗？张阿姨不愧是张阿姨，3句话直接3杀了。不过等会阿姨说的这人条件怎么越听越耳熟？国外留学，大厂8年，自己创业，还在本市。诺，妹妹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我接带照片来了，对方可是迫不及待要跟你见面了。来，你们也都过来看看，是不是一表人才？张阿姨掏出了照片，我爸妈、我哥全都凑过去看，只有我和老板坐得稳如老狗，但看他们的表情，怎么全都怔住了？来嘛，妹妹，你也来看看。我在阿姨的再三催促下，不情不愿起了身，凑过去一看，瞬间惊住，不敢相信。再看一看，果然很值得惊住。这人叫什么名字？张阿姨满意的回答：叫李淑安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听？叫什么？稳如老狗的老板变成了炸毛的黄狗，叫李淑安啊！怎么了？张阿姨被这一吼也懵住了，直到哥颤抖着双手指向了老板：这不就是他吗？在张阿姨出门和拜托的人打电话之际，家里的气氛陷入了无穷尽的尴尬。只听到张阿姨在隔了一道墙之外开始大声斥责：你不是说他觉得年纪大了，急着要孩子，所以才让我帮忙介绍的吗？结果今天一来，把我说的所有条件都一一推翻了，还让人家姑娘谨慎骗子。我就是有100张嘴，我也干不过自己掀自己摊子的人啊！屋外的声音还在持续中，看得出来，媒婆事先并不知情，所以对老板这种当场撂挑子的行为深恶痛绝。爸妈，我觉得吧，要不干脆省了这个媒婆钱，你们直接开始面试吧。哥咬着苹果，嘎嘣嘎嘣脆，我啪一巴掌甩过去，咬着牙齿，捏着嗓子，小声威胁哥：面试你个大头鬼啊！面试我和他8字都没一撇。话音还未落，老板起了身，郑重地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：伯父伯母好，我叫李淑安，是你们女儿现阶段公司工作的负责人。刚才阿姨介绍我的信息也都很详细了啊，当然你们还有什么疑问也都可以放心问我，我肯定知无不言，请大家放心。他居然深深地鞠上了一躬，
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。这事儿摆明了是个乌龙，即便他被迫着做什么自我介绍，也不过是好心帮他员工度过一个尴尬的境遇而已。李总，别这么见外。我哥嘴里还有苹果汁，就迫不及待问出了一个无比掉价的问题：要不那6.6万的衣服，你看着帮我买几单？老板不好意思的挠头笑笑，大概是回想到了之前酒桌上我哥和我之间的闹剧，曾经差点一度让他丢掉了哥的单子。我爸看我脸色就知道我哥又在犯浑，赶紧打了个哈哈，邀请老板入座吃饭。这一次老板坐的是主座，送老板到地下车库的路上，我一路无言。不想问问我吗？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但突然在沉默的两人中间蹦出来，还是不出意外的让我心跳稍微紧了一紧。问什么？我依旧处在很懵逼的紧绷状态中。你爸妈、你哥还有那个张阿姨都已经问了很多了，但是我更希望你来问我。他炽热的眼神看向了我。老实说，从前真把他当老板看待，只觉得他是个认真负责、温柔善良的好领导。但突然一下让我转换角色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想问的，毕竟我们也不算很熟。您说呢，老板？我只想表达的更直白点，全程不敢抬头。等我真抬了头，看老板的脸色，他已经满脸写着失落。正好到了车边，他突然深深叹了口气，原来我们俩还不熟啊。第二天到了公司，人事通知所有人去大厅收节日福利，大家都在讨论即将分发的节日礼品到底是什么，值得一大早让大家列队等待消息。老板秘书神秘兮兮过来，给大家偷摸透露了一下，礼品绝对值得期待。他还故意放了重磅风，将矛头指向了我，说是这个礼物老板能批下来，全都是我的功劳。此话一出，我竟然有点不安。钱是老板出，人情是我得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我一律当诈骗处理。所有人，邮轮6天5晚游，大家准备好签证，中途会到日本和韩国，这段时间抓紧准备吧。哇！所有人一片欢呼，只有我在原地久久没作声。怎么要给你弥补遗憾了？你不开心吗？老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这才惊觉，1年前在新人进公司的面试环节，老板问我有没有遗憾，我回答说，遗憾就是为了这场入职面试，放弃了去日本的邮轮。当时所有面试官都笑了，说我是不是为了让他们愧疚才这样说的。其实不是，在面试的那天，我是真的错过了一场邮轮旅游，和我恋爱了4年的前男友，在说好和我去邮轮蜜月的前1个星期，出轨了他的同事。我在家里给他收拾要出国的行李时，发现了他行李箱里的陌生女孩内裤。原本谈婚论嫁的两人，在我不肯原谅，直接辞职离开他的城市，作为感情的结束。回到家里后，开始面试工作。我原本以为随口说出的遗憾，只是用来敷衍面试官的说辞，没想到成了用来犒劳大家辛苦工作的福利。我开心，只是我可能真去不了。浅浅挤出了一丝笑，算作回答。为什么？老板困惑，看得出来很紧张我的答案。我死脑子快转呐，想个理由，敷衍一下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去，行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和老板还没有熟到那个份上，也不想把从前那段创伤经历拿到别人面前卖惨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不想去？有那么重要吗？结果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幸运的是，老板没有再逼问，
我也还算会装傻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，我辛勤工作，努力避开老板锋芒，能尽量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。我不是傻子，他的心思和热情，我不是不能感受到。但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，实话说，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对感情的信任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下午茶时间，老板给大家订了最新的奶茶店奶茶，唯独给我的那杯标了茶叶过敏。去查，我接过看了一眼，只好假装自己不渴，无法回应的深情，于人于己都是负累。因为连续半个月的订单，奶茶店老板亲自上门送货，还特地和订单的小女生递了张优惠券，希望能长期合作。两人相聊甚欢之际，男生不经意回头，一张熟悉的面孔直接硬控住我。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老板不知道从哪个方位看到了不对劲的我，从他办公室出来，特意上前问我。这一问打断了奶茶店老板和同事小妹妹的谈话。男生彻底回头发现了我，他显然也没想到，正住在原地，四目相对，明明该是陌生人，却透露着熟悉的恨意。没错，男生就是我那个蜜月之前出轨的前男友。他不可置信的一笑，朝我走过来，身上穿的还是我给他买的衣服。一步两步，眼看着越来越近，我开始眼神飘离，四处慌张寻找掩体，内心完全不想再跟这个人再有任何瓜葛，还有种不想让别人看穿我和他关系的爆炸尴尬。你在这儿上班？前男友完全没有任何不安，满脸写着坦然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手不停在办公桌上寻找着我也不知道要找啥的东西。是找这个吧？老板看出了我的不安，将一支精美钢笔放在我面前。我找到了救命稻草。是，就是这个。我接过钢笔，老板不等前男友开口，率先给了我台阶。既然找到了钢笔，那就来我办公室一趟吧。老板转身，再看向前男友的一瞬，立刻高声叫了下订单的小妹妹李丽，下次不要放飞公司的人进来，有什么需求你们私下联系。小妹妹立刻起身解释，是您每天要求点的那家茶奶店，这是他们老板。老板看都没看前男友一眼，去办公室的路上直接一句，下次别点了。一句话让刚刚拿到大额优惠券的小妹妹在原地惊住，让刚刚还笑容谄媚的前男友笑容立刻僵在脸上。我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前男友突然大声叫住了离开准备去老板办公室的我们俩。我跟在老板身后，不想回头。明明今天还点了30多杯，如果我们做的不好，你也不会连续点这么多天，对吧？前男友追着问一个结果，还是因为他。前男友手指向了我，全场气氛突然降到冰点，所有人都看似忙着自己的工作，实际耳朵都竖得老高，有意无意地吃着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会开始有点气闷，因为我和他之间曾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所以不打算再在我家订了。前男友并没有顾及他自己的脸面，当然也没有顾及我的，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人。即便我提分手时，他也是站在我们的婚纱照下，理直气壮地问我，我不过就是犯了这么一点点错，有什么不能原谅的？我只会颤抖着不说话，把婚纱照摔得粉碎作为对他的回答。此刻我也还是只会气得发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老板上前握住了我的手，突然一下，从他手里传来的温度让我冷静了不少。因为我们是你的顾客，我们有选择的权利。老板紧了紧我的手。送客。在老板的办公室，他一句话没说，
只是默默把原本他的那一杯奶茶扔进了垃圾桶。做完才发现我俩的手居然还牵在一起，他这才回过神，发现外头不少人开始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看。滴一声，他关掉了办公室的透视效果，整个办公室光线瞬间暗了下来，空气一下变得暧昧起来。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好让自己在本就混乱的情绪里抽离出来。是因为他，所以不想去邮轮。老板一针见血，但我不想回答。沉默之际，哥又带着秘书拿了一大堆衣服过来敲老板的门。进来一看，发现我还在里头，愣头愣脑问：咋我妹妹？哥这儿罚站呢。哥蹲下身看了眼我的红眼，他转头对着老板：咋地？你欺负我妹了？老板摇摇头，浅浅一笑，问你妹妹。哥马上会意过来，他挠着脑袋，好像很为难，一个劲儿的嘶：妹，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你前对象了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他在他老家欠了人不少钱，让人追着屁股打。当时以为你能跟那小子成，我呢就借了他一笔钱，结果哪能想到他是个混蛋玩意儿。最近他给我发消息说来我们本地了，开了个店，还想跟你重归于好。我给他骂了一顿，让他滚。没成想这小子阴魂不散，居然还敢来骚扰你。我震惊听着哥的表述，还有这种事？但从前哥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他一句不好，只有最后我哭着回家时，他在抱我时假装骂说为了老妹要卸他2条腿。没忍住，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仿佛把这段时间我拼命强撑着工作的自己，把努力营造出没关系我一切都 OK 的自己重新打散。老板给我哥倒了杯茶，给我倒了杯水。小时候文艺汇演，你即便出了意外还是坚持把秧歌跳完，那个时候的你可比现在坚强多了。老板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，示意让我喝茶，我却反手一巴掌打在了我哥头上。你特么为了赚钱什么都说啊你啊！我哥抱头鼠窜，他知道这是我禁忌。我没说啊，我真没说。你从哪儿知道的？哥哥大概觉得自己冤枉，声音叫得比鬼都大。老板淡淡然喝了口茶，他确实没说，因为当时我在现场，所以老板是我人生中低光时刻的见证人。挂着眼泪的我没忍住，觉得太丢人，眼泪更加肆意起来。老大，哭哭唧唧可不是你风格啊！老板此话一出，我哭得更凶了。小时候我跟着哥上山爬树，下河摸鱼，什么好玩玩什么。因为我早早接触了太多大人禁忌的项目，所以在一众小朋友中非常有威望。老板李书安就是我众多信徒中的一个。他说，小时候因为我身边围绕的小朋友太多，他常常要挤好久才能到我身边，最后还没跟我说上2句话，我就被别的小朋友拽走了。那时候他就默默跟在我身后，期待有一天我能主动找他。直到那天秧歌事件发生之后，被众人嘲笑，我身边之前的跟屁虫们都远离臭烘烘的我，只有他在我坚持跳舞结束之后站起来给我鼓掌，也只有他拿来了他的备用裤子给老师，让老师帮我换上。我在老师的提醒下跟他小声说了谢谢，他说他开心了好久。但其实对于这段记忆我完全没有印象了，当时的我已经沉浸在丢人的情绪里无法自拔，压根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角落里还种下了这样一段奇缘的萌芽。去邮轮的路上，哥发来信息，钱转你卡上了，之前那小子从我这儿坑走的，让他把奶茶店卖了还我，意外之财一起分享。
别见外。再难受的事故过去了，都会成为故事。就算你将来继续拉裤兜子了，你哥我也能给你兜住。我笑骂着关上手机。老大，走吧。老板调侃一笑，手里捧着给我买来的咖啡。我撇嘴低头回了一笑，挽住他胳膊，走吧，重新出发。背影里，一艘巨大的游轮，载着欢声笑语，带着步伐的勇气，一路向前。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